第8集开幕雷击，小木躲在地堡里架起贝壳加特林狂扫，各种海鲜像潮水一样冲上来。老瑞正和老朋友海王玩真人快打，饶是老瑞的身体经过锻炼，跟海王拼肉搏依然陷入了劣势。小莫这边已经快要被海鲜占领高地了，老瑞索性直接炸了地堡。最后海王打过了瘾，扬长而去，爷孙俩缓了口气准备离开，没想到又一个敌人饼干万磁王杀了出来。老瑞趁小莫和对方搭话时，直接把这货融了。他说自己太累了，不想再和这些敌人费力争斗。小莫表示这么多人都跑来对付他，难道老瑞不应该反省一下自己的问题吗？老瑞还想狡辩，第3个敌人又冒了出来，他只好被迫无奈的去见心理医生，问这种无数烦恼阿呆跑来找茬，企图靠和他作对出名的情况应该怎么处理。他还顺便抓了来挑衅的小绿人，以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。这种事儿老爷已经做了好几次了，不过很显然效果不理想。心理医生劝他无视这些挑衅者，他们自讨没趣就会离开。老瑞本来是不赞成心理医生的办法，无奈对方使用了激将法，他赌气决定无视挑衅者1周。镜头一转，又到了老瑞一家享受晚餐的时光。家人们得知老瑞要做出改变后，都觉得这对他来说意义非凡，老瑞心里却很不是滋味。就在这时，屋外忽然来了一名不速之客，穿着尿动力盔甲的尿大师，在院子里到处乱泼污秽液体，还嘲笑老瑞是个臭马桶。杰瑞见尿大师污染了他种的薰衣草，顿时气上心头，一个劲儿想叫老瑞出去赶走这个下三路外星人。老瑞这时却固执起来，说好的无视挑衅者1周，他这一晚上还没到，怎么能破戒？尿大师见辱骂老瑞没用，又向桑美开黄腔，说要在他的胸口上滋尿。老瑞立即火冒三丈，不顾家人们的阻拦，出去找那个外星流氓理论。尿大师哪肯跟杰瑞讲道理，俩人见面就开始动手。别看杰瑞平时挺面的，这尿大师打起架来比他还面，双方可以说是菜鸡互啄。桑美赶紧开始录视频，这可是老爸难得的英雄时刻。杰瑞顺手抄了个家伙，把尿大师打得满地找牙，躺在地上直求饶。最后尿大师被逼向桑美道歉，这回杰瑞不光成了家里人心中的英雄，桑美把视频发布到抖音后，还在全网爆火，网友亲切地称之为红鹤爸。很快又有2名外星人来找杰瑞，他们代表银河能量球会，邀请火鹤男杰瑞加入组织，伸张正义。外星人留下了1颗能量球，可杰瑞不知道该怎么用，他想求老爷帮帮忙。老爷回绝道，我如果给了你原始力量，你就会变得跟我一样悲惨。桑美等人一听怒了，觉得老瑞是因为小心眼才不想帮杰瑞成为英雄。老瑞一怒之下给杰瑞造了一套超人服，以能量球当驱动核心，机械臂上是能毁灭星球的核子武器。废柴老爸当网红变成宇宙英雄，杰瑞这回可是真爽了。他发现有一群太空希特勒正在泽普勒主星召开集会，立即决定前去伸张正义。泽普勒主星上聚集着各式各样的希特勒，只要有撇小胡子就能号称元帅。他们正在商议建立军团统治银河。杰瑞忽然现身，一发核子炮直接灭星。银河新闻称该星球上全是希特勒，他们正在各自准备推动各自的种族屠杀。杰瑞的这一炮拯救了300亿生命，从此火鹤男在全宇宙都爆火了，各种商务广告、活动赞助蜂拥而至。老瑞觉得这事儿太荒唐了，便去找心理医生算账。心理医生一看就是见过大世面的，完全不许老瑞，还让他好好分析一下事情的发展。杰瑞因为暴揍尿大师，成为了备受欢迎的超级英雄，还消灭了希特勒星球，造福宇宙。心理医生让他扪心自问，这些不都是正面的作用吗？虽然过程有一点点让他不爽，但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呢？老瑞一想也对，决定静观其变吧。不久，赞助商送给杰瑞一艘30飞行器，还邀请了莫妈、桑美和小莫一起登机，化作一阵风去遨游宇宙。老瑞一个人默默喝着酒，又遇到一名豌豆星人来找茬。他戴上墨镜，全当看不见。结果豌豆星人和半路杀出的酷剧博士打了起来。老瑞这才发现了无视做法的好处，他真的清静了不少。这些二愣子自己就会互相打起来。他在酒吧里毒饮时，听见路人在肆意嘲笑尿大师，忽然觉得这家伙有点可怜，便带了酒去尿大师的家里拜访。不料他一进去就发现尿大师割腕自杀了。老瑞连忙动手抢救，可惜没有成功。这时门外有人按起了门铃，老瑞隔着猫眼一瞧，发现是尿大师的女儿。因为尿大师最近一直不和别人联系，女儿很担心他会想不开寻短见。老瑞本想一走了之，最后实在不忍心，就假扮成尿大师哄走了他。他躺在死者的沙发上，心情很复杂，又发现了尿大师的遗照。这家伙到死都在怨恨杰瑞。所有人的嘲笑让我明白了，他们只想看到失败的我。我一直以来的愿望就是想证明他们错了。看到这里，老瑞决定完成尿大师的遗愿。他重新打造了一副尿动力装甲，代替尿大师去行侠仗义。事情一开始并不顺利，因为受到网络舆论影响，
所有人都对尿大师有着先入为主的偏见，包括被他救的人其实都不太领情。媒体也煽风点火，故意炒作说尿大师是为了让人们忘记他以前很烂才去做好事。随着老瑞的好人好事越做越多，网上对他的评价也慢慢开始改变，嘲笑的风向慢慢变成了吹捧。老瑞觉得事儿办得差不多了，便打算在城市里放一颗炸弹，然后把炸弹带到外太空引爆，伪造出尿大师英勇牺牲的假象，为这位可怜的敌人博一个身后名。银河能量球会得知了尿大师的光荣崛起，觉得浪子回头金不换，大多数成员都想邀请他加入。杰瑞和尿大师有过节，所以投了唯一的反对票。不过他只能少数服从多数，而且银河能量球会认为杰瑞的心态不够正直坦荡，有违组织的正义理念，便要求他亲自去招募尿大师，如果他招募失败，就会被踢出组织。杰瑞一听就着急起来，银河能量球会的支持可是他成为超级英雄的基础。杰瑞未出名，竟然追杀瑞克。老爷按照牺牲计划，正在孤儿城处理他偷偷设置的炸弹。杰瑞前来说明了银河能量球会的意图，老爷只叫他赶紧滚蛋，免得坏了自己的事儿。杰瑞琢磨，多半是尿大师还在记恨他，为了保住地位，他直接急眼了。在老爷背着炸弹准备飞往太空时，杰瑞就在后面追着攻击。城里的孤儿们都看懵逼了，被网上吹上天的正义英雄红河南居然想阻止尿大师搬走炸弹，难道他想害死全城人？这波节奏立即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，史称毁三观事件。最后杰瑞打落了对方的头盔，才发现尿大师竟然是老爷假扮的，这一下他也懵逼了。老爷不管3021，将尿动力装甲设置成自动驾驶，然后人机分离，随着一朵蘑菇云在宇宙中升起，尿大师最后的壮烈牺牲成为了全宇宙网友对他最深的记忆，足以掩盖过去的污点。他的女儿也为此自豪地流泪了。老爷和杰瑞落到了一星上，全家人开着30追来，都质问他们在搞什么飞机。银河能量球会的人也气冲冲地跑过去，以为这家人自导自演，把杰瑞踢出了组织。老爷原本想说出实情，可是杰瑞害尿大师自杀了这种话，他实在没办法说出口，这对家人们的打击太大了。老爷于是谎称尿大师从始至终都是他假扮的，除了小莫，其他人竟然全都深信不疑。他们觉得凭借老爷的神力做这种事儿简直易如反掌。从莫妈等人的视角看来，老爷为了让女婿当英雄，不惜伪装成坏蛋，可谓是用心良苦，感人肺腑啊！回家后，老爷实在憋得心里难受，就掏出尿大师的遗书，把真相偷偷告诉了小莫。结果小莫的反应居然是责怪老爷不该把实情告诉他。本来老爷自个儿难受，现在变成2个人郁闷了。双标小莫马上又把真相告诉了家人，因为他也憋得难受。全家人都开始指责老爷，就让大家糊里糊涂的乐下去不好吗？杰瑞觉得这条人命债不该全由自己背，为了不背锅，全家人都吵得不可开交。杰瑞感叹说，与其做这场爆红的噩梦，不如一开始就让尿大师自在桑美胸口好了。纵观瑞克第8集，他探讨的话题一是网络暴力，二是追求出名，引起了网络乱象。包括尿大师在内的敌人都想通过挑战老爷来博人眼球，结果是想要为女儿出头的杰瑞被网络挑选为爆红的幸运儿。在流量时代，名和利是挂钩的，于是废柴杰瑞瞬间逆转人生，成为了超级英雄，并在一声声吹捧中迷失自我，最后为了保住名利而犯错。网络是一把双刃剑，既能成就一个人，也能毁掉一个人。反观尿大师，他则是被网络暴力缠上的倒霉蛋，本质上只是一个渴望别人认同的可怜虫，最后却在全世界的嘲笑和谩骂中绝望自杀。当老爷试图为他证明时，媒体引导舆论打算再次击垮他，仅仅只是为了博取流量。如果不是因为有老爷这尊大神，对普通人而言，铺天盖地的恶意足以让他万劫不复，永无翻身之地。老爷说出真相时，家人们的反应也是一种赤裸裸的讽刺，正应了那句话：人们需要的真相，只是他们愿意相信的真相。说实话，这一集比起前面显得很压抑，因为不再有猎奇的设定和架空的主题，网络已经是现代人的生活必需品，无数的乱象和悲剧每时每刻都在我们身边上演。以上就是本集全部的内容了，感谢小伙伴们的关注和支持。